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今天我们直接说比特币啊，因为美股在周六周日不开盘。那么过了小年日之后呢，我们看到啊，比特币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发动了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呢是多头信号不假啊，但是我们在行情当中啊已经发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啊。我们 K 线理论当中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怎么说的呢？首先是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的这天呢是1月11日啊。这根阳线呢，我们看到了是突破了9月份啊，比特币在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啊，这个筹码密集区呢，在11日得到了正式的突破，因此呢，前面的 K 线我们不算作悟空阳线的原因就是我们把这个悟空阳线定义为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根阳线呢，叫悟空阳线。所以呢，1月11日的这根阳线啊，我们才管它叫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行情出现了连续的上涨，伴随的是美股的一系列利好之后的反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11月12日出现了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突破了多重的压力位，首先是144日均线，再一个呢就是再往前推22年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那再往上呢就是169日均线再往上呢19500美金是一个从5月份到11月份去年5到11月份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那么目前行情已经突破了5重压力，那这5重压力依次被突破之后，行情目前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上。适时的多头的趋势上，但是行情走到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些风险了。为什么在这里需要注意风险呢？因为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个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在盘面上，我们能看到悟空、八戒、沙僧、唐僧日线级别走出来之后，要考虑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目前的调整会怎么样调整呢？我们认为当前时间内出现了一根阴线，暂且把它当成悟空阴线标志性的阴线因为这个阴线呢跌破了一个小日线的平台。那有了这根悟空阴线之后，调整的幅度呢是小日线级别的调整的位置呢大概会在支撑位附近，也就是说在19500美金附近这个重要的压力转支撑这个位置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那么如果再次想进场多头的话就是顺势而为嘛，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一直讲究的是顺势而为要在19500美金附近再考虑进场因为行情多头趋势成立之后，往往会做一个回踩动作然后再次上行。那么有人会考虑到你下跌回踩之后，然后再往上走在接近高点的这个时候，容不容易出现一个 M 头呢？这个是容易的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位置是非常容易走出一个左低右高或者左高右低的一个 M 头。但是这个位置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它在日线级别完成上涨西游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本周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个阳线呢在周线级别上显示出来之后，它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对多头的预期我们就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我们的目标点位3万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同时我们看前面牛市行情当中它是怎么走的呢？往往是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走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做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调整每走一轮做一轮调整，最终呢到达一个阶段性的高点64829这是22年5月份的高点。所以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什么呢？要清楚的知道行情往往是走一段周线级别的，然后调整是日线级别的，走一段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调整是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因此呢，对于
当前行情当中有仓位的小伙伴啊，要做好的是你的仓位控制啊，不要满仓梭哈，慢慢等待这个行情波动起来之后回归正常的趋势啊，然后每次调整呢都是我们可以做 T 的一个好的机会。那很多人说做 T 我直接梭哈满仓去把现货抛售，然后等低点出来之后，然后再进场，可不可以呢？我认为是不可取的。那有人还问啊，你的仓位是50%对50%，把一半的仓位卖掉之后，在低位接回来好不好呢？我认为也是不太好的啊。我的理念是，37开或者28开啊，把20%仓位或者30%仓位做 T。这样呢，你的仓位更灵活，同时呢，你又坚定了你的一个多头的信仰或者持有现货的信仰。在这个市场上啊，有币才能赚钱的啊，没有币行情和你完全没有关系，特别是对现货或者多头市场因此呢，你的仓位控制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不要50%对50%做 T 啊，也不要全仓啊，一直在这儿持有啊，拿出20%到30%的小的仓位去做 T， 去灵活的对待这个市场啊，更容易能够在这个比特币的上涨趋势当中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啊。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啊，这证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以太坊的涨速正在发生减缓。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的本身上来。在这个交易对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上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几乎同步了比特币对均线系统做出了突破。那首先是1440均线，再一个呢是白色的这个线，这是4877高点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然后是1690均线，目前已经对多重压力位进行了一个完整的突破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突破，那么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因为在日线级别上它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切到周线级别上之后呢，我们和比特币同样的看到了目前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有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我们认为它可能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细优，最终呢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000附近这是一个筹码密集区$2000是一个筹码密集区，也是目前多头趋势的一个目标位和比特币类似的是，你要重点观察，目前已经做出日线级别上涨细优之后它可能会做出小日线级别的调整，因为单边上涨是不正常的它的最小的调整时间级别往往是小日线级别，那么正常一些的可能是4小时级别的调整，所以呢，我们要重点观察目前已经出现的小日线的这根阴线这个阴线我们认为是小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有了悟空阴线之后，可能会走8件杀层逃层，最终呢完成它的小日线级别调整。那调整之后呢，行情或者盘面当中容易走出什么结构呢？它容易走出这样的收敛三角形结构。那么在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发生变盘的区域，所以呢，我们要重点关注这个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有2种可能，一般是震荡之后下杀，然后再反弹上来，在焦点背面反弹上来，还有一种可能是震荡过程当中然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直接突破。因此呢，即使是多头行情，你也要做2种准备做这种准备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持有一定的仓位行情的上涨才能和你发生关系。那么我们会员群、会员频道重点布局的 SOL 我们之前给出的目标点位是$20，目前已经涨到了最高点$25根据的就是我们 K 线吸优战法，同时呢也用了一点这个均线的技巧我们是在15分钟级别上抓到它的突破的抓到突破之后，我们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依次切换到小日线级别、4小时级别、日线级别然后发现了它的一些上涨规律。那么目前对于 SOL 来说已经打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1690均线和1440均线重合的地方这是日线级别的。
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发生突破呢？我们认为行情很多时候几乎主流一些的币种都会走出非常类似的结构。那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发生了突破，以太坊对这个1440均线、1690均线发生了突破。那么对于 SOL 来说，我单独讲 SOL 来说它也可能在这个位置上有很高的概率做出日线级别通过1440均线、1690均线站到$26之上。那如果站上之后，我们给出的另一个的目标点位呢，大概是在$45附近，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事实上的筹码密集区构成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 SOL 代币调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观察到了非常明显的1月2日的这根阳线呢，叫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有8节阳线，那么上方就有可能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它可能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我们在它的上涨过程当中曾经的上涨过程当中就观察到了它有过这种周线级别的上涨，所以呢，历史往往是重复的，历史的重复呢，容易出现平行结构，也就是说，之前的它的上涨的平行结构呢，在目前的反弹过程当中是非常容易走出来的所以呢，对 SOL 来说，它还有空间还有机会走出这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对于 GALA 来说它是一种类似的情况，但是 GALA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目前仍然处于震荡频率非常高的，类似我们的人生多震荡的沙僧阳线组势力范围。那么上方经过调整之后，就有可能走出唐僧阳线。那么我们看到它的日线级别上涨石油日线级别上涨石油是站上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了，证明它的反弹力度非常强，它是一个强势币种。虽然目前调整非常快速，但是我认为它的调整的时间级别仍然不构成小线级别，因为我们在这个1月14日也就是昨天17点这根阴线上看到了，这是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是干扰性 K 线，然后今天走出了一个8节阴线，那么调整的小线级别目标位大概是在0.04，0.04这个位置上正式完成小线级别调整。和 SOL 类似的是它也是容易完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前面的行情当中，它就是做出了这种收敛三角形式的调整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变盘动作它这个收敛三角形角度是偏下的震荡完成之后跌破收敛三角形，然后通过焦点之后发生了反弹。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也容易出现这种结构那么现在它的小线级别调整还没有结束，我认为它会走出一个悟空阴线、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小线级别的调整可能会在0.04之后然后做结构然后继续上行，可能会走出这样的情况。那么大家对很多币都特别着急，比如说昨天有人问FTT、FIL 这种币种还会不会涨？我认为市场如果一旦启动的话很多币种都会出现上行动作所以呢大家不用特别着急，特别是 FIL 这种虽然它涨得有点缓慢，但是目前已经接近了1690均线后面的行情当中，它还和比特币会做出某种同步最终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或者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呢站上1440均线和1690均线然后完成它的反弹趋势。同时我们看到了FIL 这种代币呢已经暴跌了95%以上从它的最高点到最低点暴跌了95%，我们测量一下不能瞎说暴跌了98%，最多是98%。我们看到它的 K 线系统一直在水面以下，那水面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头歪过来去看1690均线和1440均线从21年9月份从21年9月份就被完全跌破了，从来没有进行正式的突破。那么本轮行情如果能够反转的话，它会正式的突破$5.3站上1690均线证明它的反转趋势正式开始。那么FIL代币虽然是非常弱势的，但是本轮行情当中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它涨了19%，大概是它的涨幅和涨速也
也会有一个新的启动的啊，因为弱势币往往会在市场轮动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特别是 Phil 在之前有着非常多的粉丝基础，这种情况下呢，主力庄家绝对不会放弃底部做拉升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仓位的话，耐心持有就可以。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一键三连啊，给一个赞，然后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的频道啊！感谢大家，再见。